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黄炯啊。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刚刚发布的荣耀 30S。对于这台机器呢，不用废话了，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麒麟820这颗处理器了。去年的810呢，绝对是一颗真香处理器，这个带动了荣耀或者华为中间一波这个旗舰卖的都非常好。今年的820依然是没挤什么牙膏，从前期的各种曝光来看呢，跑分都非常高。那么它的实际体验到底如何？顾客观众体验，小白测评，荣耀 30S 马上开始。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留言币。包装盒方面呢，就是传统的天机盖设计，然后传统的4件套。这个充电器呢，体积不算太大，它是一个40瓦的充电器。机器一上手的感觉呢，就是还是非常的荣耀啊，就是传统的荣耀的那个设计。然后整个这个设计风格呢，如果你之前关注这个 V 系列，比如说 V30 Pro 的话，这个两台机器或者说设计风格上是非常像的。而且呢，这一次它也把这个边框呢收的是非常窄，无论在这个视觉上还是在握持上，你感觉这个手机呢并不是特别的厚重。然后正面呢，它是一个3边不等宽的一个设计，但是已经接近3边等宽了，就是它顶部呢要比两边稍微宽那么一点点。然后这个下巴呢是相对来说稍微有点宽，是6.5英寸的 LCD 挖孔屏。荣耀有很多自己的坚持，就比如说这个 LCD 的这个挖孔屏，还有就是侧边的实体指纹识别，各种解锁方面呢都是非常的迅速，而且它相对于屏下指纹识别来说呢，基本上可以做到从口兜一拿出来已经解锁了，就是你在口兜握这台手机的时候，正好就已经贴到了指纹识别模块上。当你掏出来手机到你面前的时候，已经解锁完毕了。但是现在很多光学屏下指纹的手机呢，并不能像比如说三星的 S20 系列一样，不用等待这个指纹的图标就可以盲解。我这颜色呢叫蝶羽翠，它后面呢这个玻璃下面其实是有很多纹理的，觉得最漂亮的应该是那个叫蝶羽白的颜色。OK， 咱们不废话了，直接进入本期的正片啊，就是这个麒麟820啊，这颗处理器呢，它是采用了一个大核，这个 2.36G 赫兹，加上3个中核，还有4个小核的这么一个8核的设计，这个双模5G 的一个芯片嘛，而且是集成的，它覆盖目前所有的这个频段这个就是华为这边的这个优势嘛，就是 5G 上面肯定它是最全。OK， 咱们先从理论出发看一下这个跑分的情况，无论是 GPU 还是 CPU， 确实都领先目前各种终端旗舰啊，也就是这个765G 的这个芯片一截儿，这个就不用说了，柱状图上明显都拉开了一个档位。这个安兔这边的综合跑分能到38万，之前这个765G 呢基本上都是在33万，这还是高点确实拉开了很多分数。之前有曝光说它非常接近85了，这个从跑分上来看呢，这个单核呢跟85还有差距，但是多核呢确实已经接近85的水平了。这个就是麒麟8系列处理器的一个传统吧，就是我不挤牙膏，然后直接拉满，而且它是7纳米制成的这个工艺。实测游戏方面呢，由于时间原因呢，我们跑了一个，这个帧率上呢也要比765G 呢表现的要更好。总结一下，就是无论从理论跑分还是实际的表现上，这颗处理器你可以把它这么比喻啊，就是在765G 和865之间又给你拉开了一个档位，就是820这个档位。还有很多人说这个天玑这边是吧？天玑这边现在有个尴尬的情况，就是它不出手机啊，就是虽然说它处理器这个各种怎么样，包括天玑1000，包括天玑1000L，这个理论上怎么样，但是咱们一直看不到有什么量产的机器出来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啊。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这个挤牙膏的一个现象。咱们不可否认，一家成熟的商业公司在某一领域，如果要是自己占据了这个绝对的优势，都会出现挤牙膏的情况。骁龙也好，这个英特尔也好，但是下边的这些安卓厂商呢，它不用也得用，因为只有这个骁龙的终端处理器，你要出终端机的话，就只能用它这颗。但是华为这边自研的就不一样，就是我只要跟我大哥拉开差距了，那我下边就完全就可以用7纳米，或者说更高的频率，更这个激进的核心，这样就可以保证我的次旗舰产品在同级别中一直是有处理器核心的优势的。还有就是你可以反观苹果这边，我有自研处理器的能力，而且我的处理器可以直接提升一大截，那么我就可以在甚至不换处理器的情况下，比如说它的手表最新发布的 iPad Pro 这个 A12Z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我通过其他方面的这个升级，我可以再推出一代旗舰的产品。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安卓厂商这边，咱们就说这个非手机的，比如说平板啊、手表之类的，就哪怕算上手机，没有哪家厂商敢不换处理器就直接更新它当年的旗舰产品的。不管是处理器也好，还是其他方面的技术也好，这个就是自研技术方面的优势。我可以在产品的配置规划和升级方
方面有更多的选择方案。如果你没有，那么你的选择方案是非常窄的，就是上游有什么，那你就只能做什么。详情方面参数给大家打出来，这个主摄呢是6400万这个 GW1，然后还有一个800万的长焦镜头，也可以实现3倍的变焦。哎，是不是非常熟悉啊？这颗摄像头啊，样张方面呢，我也拍了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荣耀30S 这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后期呢，我们也将会把荣耀30S 的所有数据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数据库里边。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牛，这里是小白测评。我现在正在测试荣耀30S 的录像。然后这边作为参考的是 K30 Pro 做一个对比。OK， 我现在正在漫步的走动，好，加快速度。大家可以注意听一下他们的收音情况。环境呢是有一点点微风啊，我现在是正在戴着口罩。屏幕方面呢，刚才咱们说了6.5寸的 LCD 的挖孔屏，这也是荣耀的一个坚持。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挖孔屏 LCD，它会有暗边和暗角的一个现象。我这台机器呢，真的是非常不明显，就是整体素质已经很高了。如果硬说的话呢，在浅色界面的时候，这个左下角稍微有一点点发暗的情况。如果你是一个 LCD 爱好者的话，那这块屏幕呢，其实综合素质还是不错的。前置这个挖孔呢是1600万像素的一颗摄像头，看过了一圈这个比较小的挖孔之后，这个相对来说还是大了一点。亮度点评值呢是450尼特。前面说了一堆，表现都非常不错，尤其是820这个处理器直接拉高了一个档位。那么我来说一下你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它是一个单扬声器的设计，在底部这个右侧边。第二个是它没有 NFC 也没有红外，但是它保留了3.5的耳机孔在底部。第三个，它是一个塑料中框的设计，我感觉这个不应该算是缺点啊，这个很多终端机这个中框都是塑料的，这个无可厚非。然后第四点就是我非常不能理解的，就是它还是一个转子马达。虽然说这个转子马达没有那么嗡了，是吧？它启停速度已经做了优化了，就是一点我很不理解，就是我不明白，这个就是荣耀的坚持，是吧？这个马达跟这个扬声器这块呢，很多小伙伴调侃啊，其实这个马达这个第一个那个调起来这个视频好像还是我们发的，但是呢，我感觉这个有点被利用了，或者说这个有点被过度放大了啊，甚至有人调侃一个机器最重要的是马达，这个我只是想要提醒大家关注这一点，而不是说这个马达它成为一个决定性的点，这个大家不要被带节奏，这个我只是说大家理性看待这个事儿啊，这个没有给它洗啊，反正它是转子马达。我觉得这台手机加上这个处理器，绝对是配上一个 Z 轴的马达是值得的。OK， 简单总结，整体手机给我的印象呢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这颗芯片，然后它的这个 ID 设计方面也延续了之前 V 系列的一个风格，它并没有像这个数字系列一样，之前我们吐槽过这个荣耀的数字系列，它整体设计的比较臃肿，就没有那么干净利落，拿在手里呢不是特别精神这个手机，但是这个手机就改善了很多。还有就是820这颗处理器，我觉得这颗处理器的意义甚至要大于荣耀30S 这台手机。当然，这个一个好的处理器它必须要有一个载体嘛。这个终端的5G 处理器普及了之后，会加快5G 的整体进程。之前都是各个品牌的当家旗舰，然后有这个非常好用的5G 处理器，价格上就不用说了，毕竟整体这个机器呢是定位终端的，它可以让大批量的终端用户，甚至经历过降价之后，让这个入门用户全部都用上非常不错的5G 处理器，整个机圈的5G 生态速度进一步的被加快。它势必也会反推内容端的更新。举个例子，就是 microUSB 和 Type-C 的接口，真正的算是 OA 大面积的开始采用 Type-C 接口的时候，才算是全民的普及。因为当时他们的量是非常大的，他们的量在哪儿？就在于3、4、5、6线城市这个比较下沉的这一波。那么一颗好的5G 处理器芯片也同样是如此。这个手机的 slogan 也就叫美由心生，可想而知这个820这个处理器的重要性。这个价格方面我还真不太好猜，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个820这个定价区间它到底给多少，因为它确实要更好一些嘛。你可以走一波弹幕，你觉得这台机器多少钱你 OK 啊？多少钱你买单是吧？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关注我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即可。后期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它的数据更新到我们的微信数据库里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商城还有数据库都在里面。不会玩的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